大法师含笑点头，并未开口。李长寿笑着在袖中拿出一只宝囊，虽说是谣言，但两位也是有心了。老规矩，都在里面。牛头嘴上喊着：哎，这怎么行呢？我们也不能白拿水神您给的好处。却已经是双手把宝囊给捧了过来。一旁的马面翻了个白眼，满脸嫌弃地看着这一幕。正此时，大法师低头掐指推算，略微皱眉。李长寿的仙识捕捉到了这点细节，便直接道：两位道友，我这儿还有事要忙。啥要事？牛头似乎没有接收到李长寿发出去的送客信号，反问了一句：可是有什么咱们兄弟能帮上忙的吗？算计推演之事就别提了，我们这元神不怎么样，但是打架杀敌敲门棍那可是我们巫族的专长。不错。马面在旁迎合了一声，用热切的目光看着李长寿。李长寿的心底沉吟几声。牛头马面此时如此心热，自是因为两个人路上商量的结果，努力讨好我这个水神，争取把地府也搞去天庭。其他先不论，若是在龙族之事上有地府高手现身相助，对于地府而言确实是一件好事。我稍后无论如何算计地府归顺，这都是走稳了第一步。于是李长寿道：道友可知四海龙族已归顺天庭？这肯定知道。水神大人您一手谋算，伏龙上天这事我们地府都传遍了。我们大巫祭这辈子都没怎么夸过人，连夸水神你3、4句，说你诡计多端，城府阴沉，龙族那么多老龙精都不是你的对手。滚！旁边飞来一只马蹄，把牛头一脚蹬飞。马面怒骂：大巫祭说是水神大人足智多谋，动手之前早已胸有成竹，龙族这远古霸主都被水神安排的妥妥当当。牛头瞪着个牛眼：这不一个意思吗？哎呦，两位莫吵，待我问过玄都师兄，看能否带两位一同前行。他这边话音刚落，大法师已经起身言道：你做主就是了。西海龙宫出现了大道波动，应当是有高手斗法。长庚师弟，咱们过去看看。李长寿闻言思忖少许，随即便立刻点头：应是开始对西海龙王发难了，情形怕是不容乐观，还请师兄出手。善。玄都大法师袖袍飘舞，袖中飞出一团水火，凝成1人多高的阴阳水火太极图。大法师最先迈步入图内，云霄仙子也自云雾中走出，站在一旁等李长寿过去，与李长寿一同入内。牛头马面对视一眼，眼底满是震惊。他们虽然不认识云霄仙子，更无法看到云霄的容貌，但是战巫的直觉反馈给他们的讯息却是无比的准确。这个仙子是个高手啊，恐怕比人教大法师也只是若1、2分的大高手。道门2大高手齐齐出动，这是要去灵山宣讲道门精义吗？牛头马面各自有些忌惮，但是刚才话都说出去了，此时也只能低头向前，跟在李长寿的身后，想着等会儿实在不行呢，就用出他们巫族不外传的秘术。啥秘术呢？就是头套遁。战地之中，只要摘下头套，找个尸体堆躺下去，即刻就施展成功了。然而让牛头马面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哥俩踏过水火太极图，并未出现在金光环绕的灵山，而是被幽冷的海水包裹。巫族虽然不善水中法术，但也不会被水给淹死。他们甚至在上古时搞出了秘法，让巫族可以沉在海底自由奔驰，也就是阻力和压力稍微大了一些，大脚丫子的抓地力稍微弱了一些。而上古年间，唯一阻碍巫族在海水中狩猎的，只是鱼刺罢了。李长寿在前方做了一个手势，牛头马面立刻停下身影，老老实实地站在李长寿的身后。一抹淡淡的道韵包裹着他们3道身影，让他们融于海水中，彻底引起身形。大法师与云霄仙子已经没了踪影，
但是李长寿能感觉到他们一左一右正在暗中护持自己。那这待遇，那简直没谁了。此时他们已是在西海龙宫附近了。李长寿的仙识扫过方圆3万里，能见到各处大批仙蛟兵在调动，这些兵马隐隐将西海龙宫包围起来，但是各自刀尖向外。西海龙宫此刻被层层阵法包裹，李长寿的元神处小塔轻轻一震，李长寿的仙识顿时畅通无阻，看到了龙宫之中发生的情形。这群二五仔果然发难了。此时西海龙王龙母以及龙王最后的一批亲信数10位高手100多名仙蛟兵正在西海龙宫主殿中坚守。主殿大阵岌岌可危，各处被成群的身影包裹。西海龙宫大太子敖氏与西海龙宫众长老以西海龙王失德为由发动了逼宫。此时露面的只是龙族之龙，但在西海龙宫之内还有数十道黑影潜伏，业障之力颇为浓郁。李长寿眼前一亮，好一群鸿蒙凶兽啊！再看主殿的情形，西海龙王此刻状态似乎有些不对，他浑身气息看似强盛，但又有外强中干之感。李长寿迅速推断出西海龙王只是中了某种道毒，对西方教的忌惮顿时更深了些。自己一直构想的金仙毒丹，人西方早就有了，甚至还能伤到西海龙王这般远古老大罗。李长寿对牛头马面传声，稍后若遇危急，立刻到我的身边。牛头马面不由眨眨眼，嘿，你这水神，你瞧不起谁呢你？不等牛头马面分辨，李长寿已是用仙力带着他们2个人朝着西海龙宫遁去。这一路他们大摇大摆的在那些仙蛟兵面前游过，却没有暴露半点踪迹。临近那层层大阵，大阵之上又会出现浅浅的太极图印记，让他们3道身影随意融入其内，完全畅通无阻。趁着这短暂的空档，李长寿已经是汇聚了各方指导人传递来的讯息。东海、西海、北海龙宫已是有了反应，各有高手暗中赶来西海。3地龙宫已按照他们此前商议的计划，开始匆忙筹备大军，做出准备驰援西海的架势。实际上，各龙宫主力已经是躲藏了起来。西海这边呢，只需要一股高手合力救走西海龙王龙母。此时李长寿已经是做出了判断，明确知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1个字：拖。拖到3龙宫高手出现，拖到天庭外围造势掩护，救走西海龙王龙母以及此地那些忠臣，就算是取得了第1阶段的胜利。有玄黄塔附体，大法师在侧，李长寿自保无虞。但大法师不出手，他只想凭自身救人太过艰难。云霄仙子不在考虑之列。分析清楚局势，李长寿制定了几个计划。这种情形下想要拖延时间，最先要做的就是吸引对方的注意，要让对方忌惮迷糊，最好是有所顾忌。李长寿快速对牛头马面传声叮嘱几句，发现牛头马面有点不灵光，就干脆道了一句：事态紧急，按我传声指令行事。牛头马面顿时重重的点头。头可断，血可流，不费脑子就成。当下李长寿快速地制定了一个简单的剧本，凭借太极图的威能，带着牛头马面绕开一群群高手，顺利抵达内殿外围。发难逼宫的一方自然也知时间紧迫。那西海龙宫太子也是一个狠人，此时浑身缠绕金光，气息也算惊人，似乎强行提升过实力。众叛龙合力破开最后一层主殿的大阵，敖氏带着大批高手冲入主殿，剑指宝座上的老父亲。父王啊，您老了，也该歇歇了。西海龙王龙须震颤，
修长的龙目之中满是痛苦，低吼一声，刚要说话，一声嘹亮的马嘶声在主殿各处回荡，随之还有一声低沉的牛叫。主殿内一群龙族正自皱眉，双方各自都有些懵。忽然间，一连串铁链摩擦的噪音在主殿飘来飘去，主殿各处数百颗照明宝珠开始不断的闪烁，两侧墙壁上出现了2道魁梧的身影，那像是2名巨人，各自提着锁链自阴影中而来。谁？有叛军长老低喝一声，竟敢在此地装神弄鬼！回应他的只是2声冷笑。我们装神弄鬼？呵呵，你错了，我们就是神鬼。哈哈哈哈！但既然你们诚心诚意地问了，那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们。一道霹雳炸下，2道黑影突然从大殿顶端的海水中现身。这2道身影各自抱着胳膊，浑身鼓胀着滚滚血气，自脖颈到脚踝缠绕着一圈又一圈的锁链，在上方缓缓落下。若是直接落下，恐怕不足3尺就会被乱刀砍翻。不，他们在李长寿的传声指点下，立刻开始交替喊话，每一人都是气势十足。为了防止阴阳秩序被扰乱，为了守护轮回大道的安宁，带你找寻失落的秽土，接受大德后土的指引。我牛头，我马面，地府阴司勾魂使者参上。李长寿上辈子就明白这般道理，每一场风风光光的表演背后，都有大量幕后人员辛苦的付出。当牛头马面帅气且带着一点点羞耻感，以奇特且拉风的姿势登场时，李长寿在幕后也忙断了腿。先用微型阵法扩音渲染气氛，在主殿外围不断地调整自己所在的位置，又拿着2根锁链蹭来蹭去，搞一搞音效。而暗中藏身的大法师含笑看着这一幕，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云霄仙子此刻的表情却是颇为微妙，美眸中闪烁着光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李长寿游来游去的背影。李长寿这般处理事情的方式，跟他熟悉的言语交谈、互说跟脚、一言不合板砖对砸的做事方法全然不同。充满了智慧感。而为了让大法师与云霄仙子能有一点参与感，李长寿此时对牛头和马面的传声也主动分享给了他们2位。昂首挺胸，气势要有气势，你们现在代表的是巫族，巫族上古的大地之王，盘古大神的血脉名称，如何能在龙族之前弱了名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唬住他们是第一要务，把这些龙族想象成是木雕泥塑。这般打气声中，牛头马面的腰板挺得更直了一些，浑身血气也越发浓郁。再看龙宫主殿中这西海大型逼宫现场，因为牛头马面的风骚登场，敖氏发难的节奏完全被打乱了。地府阴司，巫族，龙宫何时来了巫族啊？殿下，此2巫实力不弱，莫非是有什么算计啊？敖氏对着一旁的龙族长老使了一个眼色，后者立刻向前，浑身气息鼓动，手掌作爪，掌心有一口紫红色漩涡缓缓旋转。这长老冷然道：地府阴司，莫非要干涉我龙族之事？牛头马面冷冷一笑，并不言语，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宛若2尊头套魔神。龙族长老眉头紧皱，向前踏出2步，身后立刻有3名龙首老者跟随，隐隐对牛头马面呈包夹之势。牛头马面的身后，那群护在西海龙王之前的龙族高手和仙蛟兵，此时也都有些犯懵。若今日来源的是天庭战将，是其他3海龙宫中的高手，那自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可突然出现的竟是跟龙族没什么关系的巫族战巫。龙之困惑，大为不解。正此时，
一缕传声钻入了西海龙王的耳中，自是李长寿。龙王爷，是我天庭水神，这2位巫族高手是我临时拉来相助，贼兵势大，故用拖延之计，还请龙王爷做一些配合，表现得淡定一些。哎，对，气定神闲，大局在握。对，很好。宝座上，西海龙王原本佝偻的身形立刻坐得直了一些，目中先是神芒一闪，而后便恢复平日里的那般安然。这般细节让敖氏以及叛军一方瞬间更为忌惮了。敖氏双眼一眯，低喝道：无论是谁，今日阻拦我龙族复兴者，杀无赦。当下前方那4名龙族高手气息鼓胀，同时飞扑向前。且慢！马面双眼瞪圆，突然一声大喝，这4条人形老龙堪堪停住身形。一瞬间，此地数百道目光汇聚在马面身上，马面却淡定地拿出了一只石梳，整理了一下自己飘逸柔顺的鬃毛。好了。那4名龙族高手怒火中烧，刚要继续动手，一旁的牛头就轻咳了一声。按心底响起的兽之嗓音，牛头开口就是一句：动手之前考虑清楚，龙族在不在轮回之列，咱可不能保证今后你们西海的龙蛋会不会蹦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哦。闻言，那4条老龙眉头紧皱，扭头看向敖氏。敖氏提着宝剑快步向前，骂道：我与地府阴司素来无关，你2人今日这是何意？轮回乃天道大事，竟敢以此要挟，